新帝登基当日，夫君将小青梅接到宫中，册封为后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婆母萧太后先一步逼我和离。沈清慈，皇帝登基，你出身低微，又无子嗣福泽，实在不配做皇后。今日你若是不写下和离书，婉莹就不能名正言顺入住中宫。为了保全彼此体面，哀家劝你自请下堂。我没有看太后，只是缓缓抬起头，看向夫君萧彻。我等他念及5年夫妻情分，哪怕只是替我说一句话，可他只是垂眸，目光清冷又淡漠。听太后的。轻飘飘的4个字狠狠砸在我心上，我低头苦笑。我早就该知道的，他和我扮演深情夫妻演了5年，如今登基第1日就迫不及待地将小青梅接回宫中。这场戏他演累了，而我也该腾位置了。我擦干眼角的失意。好，我同意与你和离。只是萧彻不知，他上次遇刺，体内残存的剧毒还未消解。我倒也想看看，若是没有我每月亲手炼制的丹药为他养着这条命，他还能有几日可活。我没有哭闹，没有争辩，面色平静地答应了与萧彻和离。太后满意地笑了，算你识趣。他摆了摆手，让人立刻取来纸笔。我握着笔，一笔一划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萧彻复杂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。青瓷，你答应了和离，朕也不会亏待你，赏你黄金1万两。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打断了他的话语。不必了。写完，我将笔扔在桌上，缓缓起身说道：若是没有别的事，草民就先告退了。说完，我没有再看萧彻一眼，转身回到了我住的长乐宫。念安正坐在榻上玩着布老虎，看到我进来，迈着小短腿跑过来，笑着抱住我的腿说：娘亲，你回来了，爹爹呢？我蹲下身，把女儿搂进怀里，鼻尖一酸，轻声说：爹爹不来了。为什么？是他不喜欢念安了吗？念安歪着小脑袋，疑惑地看着我，把女儿抱在怀里。当然不是啦，念安那么可爱，爹爹喜欢还来不及呢。只是爹爹现在当了皇帝，他会变得很忙。我心想，他忙着选妃，忙着立后，忙着给小青梅苏婉宁安排最好的宫殿。沉默了很久，我强压住喉咙里的哽咽。念安，我们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好不好？他还小，不懂离开是什么意思，也不明白为什么每日都会来给他讲睡前故事的爹爹今日怎么不来了，只是乖乖点头。好，念安听娘的。我没有带任何金银珠宝，只收拾了我和念安的衣物，还有我爹留给我的一本医书，以及念安的小玩具。东西不多，2个小包袱就装完了。我牵着念安的手，刚走到宫门口，就被一道身影拦住，是萧彻。他不知何时过来的，站在门口。站住！他开口，声音低沉。我停下脚步，抬眸看向萧彻。陛下还有何吩咐？和离书我已经签了，从此你我两清，互不相干。他目光落在我身边的念安身上，眉头微蹙。念安是我萧家的血脉，是大靖的公主，必须留下。要走你就自己一人走。我浑身一震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他可以负我，可以弃我，可以把我踩进泥里，可他竟然要抢走我的女儿。念安吓得往我身后躲，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衣角，小声哭道：娘亲，我不要离开你，我要跟娘亲走。女儿的哭声像是一把刀，狠狠扎在我心上。你想都不要想。我看着萧彻，一字一句，咬着牙说：萧彻，念安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，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你从未抱过她一次，从未陪她玩过一刻，你有什么资格留她下来？他上前一步，伸手要跟我抢夺。皇家血脉岂能流落在外？你必须把她留下。我猛地后退一步，将念安护在身后，顺手拔下发髻的簪子。你若敢抢走我的孩子，我今日就和你拼了，让全天下都看看你这个新帝是如何抛妻弃女、薄情寡义。萧彻的手顿在半空，脸色沉得可怕。他终究是顾及名声，不敢真的逼死我。僵持片刻，他冷冷地甩了下手袖。好，你可以带她走，但是我告诉你沈清怡，你别想带着她永远消失，总有一天我会把她接回来。这句话让我后背顿时生出一股冷意，可是注视着萧彻的背影，我的脸色也冷了下来。萧彻，只怕你等不到那一日了。我坐在出宫的马车上，念安缩在我怀里，没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外面雪还在下，我拉开马车的帘子，注视着外面飘扬的雪。忽然，长宁街那边传来一阵喧闹。怎么回事？皇上都交代了，要扑到坤宁宫。苏婉宁从銮驾里探出头来，她抚摸着手腕上赤金镶珠的手镯，露出慵懒一笑。皇上说了，封后大典要办得普天同庆，半点马虎都不得，这点事都做不好，留着你还有什么用？不如直接杖毙算了。皇后娘娘，是奴婢错了，求皇后娘娘再给奴婢一次机会。聒噪，直接赏1丈红吧。眼看着小宫女被拖下去，一会儿响起一阵凄惨的哀嚎，我一咬牙想跳下马车。娘娘，
三思，别忘了你现在自身难保，为了小公主着想，娘娘应该明哲保身。我僵在原地。是啊，我已经签下了和离书，我连一个宫里的贵人美人都比不上，有什么资格去管苏婉宁的事？更何况她是萧彻心尖上的白月光，即将被册封的皇后。我又缩回了马车里，闭了闭眼。走吧。马夫刚要挥鞭，忽然那边传来一声汇报：皇后娘娘，人已经没气儿了。苏婉宁轻蔑一笑：又是个短命的。既然他办不好，那就由你来办。你知道，若是让本宫不满意，会是什么下场？掌事嬷嬷连忙躬身应答：是。苏婉宁轻笑一声：这还差不多。目光随意扫过街巷，恰在此时，与我隔着风雪遥遥对上了一眼。他眼中的慵懒瞬间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几分挑衅与轻蔑的眼神。缓缓抬手理了理鬓边步摇，故意扬高了声音：说来也是可惜，有些人曾经也是母仪天下的命，如今倒好，只能缩在破旧马车里，看着旁人风光无限，也不知心里是个什么滋味。周遭的下人闻言，都偷偷往我这辆不起眼的马车瞟来，眼神里带着打量与窃笑。我面上却无半分波澜，只是静静看着他。我原以为沈姐姐会是未来的中宫之主呢，没想到居然有一日也会被陛下赶出宫去，这还真是世事无常啊。不过这也是正常的，若是一个身份低贱的医女都能做皇后，那岂不是给六宫宫女和全天下的贱民树立了一个不好的典范？人人都以为通过美色就能攀上高枝，皇上还怎么治理这天下？姐姐，你说对吗？我毫不在乎地说道。皇后娘娘说的都对。苏婉宁却越说越得意，甚至让人拿来凤冠给我炫耀。这凤冠是上宫局新制的，嵌了36颗东珠，原本该是戴在你头上的，可如今成了我的东西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心里很不快活？我沉默没有说话，只是一颗东珠就已经价值连城，整整36颗。历朝历代，就连圣祖的皇后都没有如此极尽奢华。看来萧彻是真的很在意苏婉宁，可我都已经打算离开，自然不会再跟他竞争任何东西。我强压住心底的情绪，让声音听起来心平气和。还请皇后娘娘让路。苏婉宁立刻冷下脸来，颐指气使地看着我：敢用这种语气跟本宫说话，有否合头本宫语气？你以为你还是当初的昭王妃吗？现在萧彻哥哥当了皇帝，他不再是原来的昭王，他是皇帝。站在他身边的人，只有本宫配得起，而不是你这个出身低贱的医女。他目光忽然落在我怀里的念安身上，他们冲上前来，抢夺我怀里的念安。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！放手！萧彻哥哥都说了，他根本不承认这死丫头是他的公主，说不定她是你在外面跟野男人私生下来的野种。如今我好好给她点教训，也是我这个当皇后的职责所在。我顿时急了，我死死将念安护在胸口。苏婉宁站在马车外，绣着金线凤凰的裙摆扫过积雪，她厉声呵斥：还不把人给本宫拖出来！两个嬷嬷立刻伸手用力扣住我的胳膊，硬生生要将我和念安扯开。我拼命挣扎，指甲抠进他们的皮肉里，却敌不过他们那股蛮力。肩膀被掐得发紫，头发散乱地贴在脸上，风雪灌进领口，刺骨的冷。苏婉宁，你敢动我的孩子，我定将你碎尸万段！我目眦欲裂，声音因愤怒而嘶哑，他却笑得更得意，语气轻佻又恶毒。碎尸万段，沈清慈，你现在不过是个被废的弃妇，连宫籍都没了，也敢在我面前放肆。话音落，他猛地抬脚，镶着珍珠的鞋底直接朝念安的脸凑过去，逼着孩子低头。跪下来，舔干净本宫的鞋底。今天这事，本宫或许还能饶你一命。我疯了一样扭动，眼泪混着血水砸在念安的发顶。念安不怕，娘亲在。可我越是护着，嬷嬷们拽得越狠。念安小小的脸吓得惨白，哭声都哑了，却依旧倔强地把头扭开，死死抱着我的脖子不放。不知好歹的小贱种，既然你不肯跪，那本宫就帮你跪。
苏婉宁那一巴掌还没来得及落下，放肆！一声厉喝，震得所有人动作一顿。只见巷口处穿着明黄色龙袍的萧彻往这边走来，看到来人，苏婉宁顿时花容失色，脸色发白的伪装可怜。萧彻哥哥，你来得正好。沈姐姐刚刚还放狠话说，我根本就不配做你的皇后，还逼着我下跪给念安舔鞋底。萧彻顿时冷下脸来，转头看着我。沈青瓷，又是你！我连解释的力气都没了，只觉得疲惫至极。萧彻，你没长眼睛吗？你看看念安，她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她现在哭的眼睛都肿了，你都不在意真相吗？可是萧彻冷冷地扫了一眼我们。朕说过，没有人能欺负婉宁。他拦腰抱起苏婉宁，眼睛里的温柔能融化风雪。外面凉，朕抱你回宫。那一刻，我只觉得自己可悲又可笑。早就知道答案了的事，一次次试探，只不过是自讨苦吃。当年我嫁给萧彻，那时他还只是个不受宠的皇子。苏婉宁身中奇毒，危在旦夕，唯有我沈家祖传的青玉莲心丹能救。我爹是归隐的太医，我自小跟着爹学医，那枚丹药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遗物。她跪在我家门口，跪了3天3夜，说只要我肯救婉宁，她愿意娶我，护我一生安稳。我那时看她眼底的深情与急切，竟动了心。我把丹药给了她，看着她亲手喂给苏婉宁，然后她兑现承诺，八抬大轿娶我进了王府。婚后5年，她看我的眼神越发温柔，甚至闻到我身上的香气才能安然入眠。我以为我们早已是患难夫妻，直到她起兵夺权，登基为帝，一切都变了。苏婉宁病愈归来，楚楚可怜地站在她身边。她看她的眼神是我从未拥有过的温柔，就连太后逼我和离，也是萧彻默许的。什么出身低微都是借口，她早就厌恶了我。哪怕我做了5年的昭王妃，在登基第1日，她就迫不及待地把苏婉宁接回宫。如今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可以不管不顾，注视着他们温柔浅浅离去的身影。我冷冷一笑，手指轻轻用力捏破了袖中的囊袋，哄好了念安。驾着马车出城时，却被御林军拦下。皇上说了，明日是皇后娘娘的封侯大典，与天同庆。这也是皇后娘娘会出宫巡游，为了帝后的安全着想，城门紧闭3日。出不去了，我和念安只好在城外的客栈先住下。却不料封后大典当日，客栈的房门忽然被踹开，御林军团团围了上来。皇后娘娘被人下毒，特来捉拿刺客。话音刚落，我立马意识到不妥，让念安在房间里待着，别出去。萧彻站在最前面，怒气冲冲地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您被人下毒，脸都毁了！沈青瓷，整个皇宫里只有你学过医术，如果不是你，还会有谁针对婉宁？他用力掐着我的脖子，我几乎能听见骨头错位的声响。我没有下毒，你我夫妻一场，我是什么人，你当真一点都不清楚？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猛然抬起我的下巴。什么夫妻一场？你早已被废，早已不是朕的皇后。如今婉宁才是朕的皇后，你敢说不是你心生嫉妒？我死死地盯着他，忽然笑了，抹掉嘴角的血迹。就是我下的，没有我的解药，苏婉宁的脸一辈子都不会好了。萧彻，你有种杀了我！萧彻气得脸色惨白，他罚我跪，让人重重打了我30鞭子，我浑身是血，遍体鳞伤。萧彻脸色铁青又难看。够了，皇上，皇后娘娘的脸已经好了。好了吗？萧彻猛然回头看着我，眼神复杂中带着愧疚。我嘴角扬起嘲讽。草民已经领罚，皇上，这下可以放我走了吧？萧彻闭了闭眼，挥手示意，而我抱着念安坐上马车，终于离开了皇城。萧彻不知道苏婉宁的毒就是我下的，好了，也只是暂时的。他更不知道上次遇刺，他中了剧毒，我是一直用丹药吊着一条命。他表面上虽然看起来和正常人无异，可是那剧毒一旦发作起来，就会要人命。现在我走了，丹药自然也会带走。自我离开以后，萧彻却觉得心口闷痛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。他一遍遍回想着我受刑的时候，看向他时那坚定和决绝的眼神，没有恨意，只剩下一片冰冷。午夜梦回，萧彻猛然坐起身来，询问暗卫：沈青瓷他现在到何处了？皇上，已经连出了3座城，快到玉门关了。没想到已经过这么快，转眼半个月过去了。唉，派人暗中保护，有事及时汇报。可就在这时，外面的宫女忽然通传：皇上，皇后娘娘说心跳得厉害，让您去坤宁宫看看。萧彻下意识蹙眉，连忙收起丹青。白驾坤。话音未落，
萧彻脸色骤然变白，捂着胸口倒了下去。皇上，快传太医！一炷香后，萧彻脸色惨白地躺在龙榻上，太医跪满了一地。萧太后皱着眉头问：皇上到底中了什么毒？身体到底怎么回事？太后，皇上体内残存着一种古怪的剧毒，普天之下知道此毒解法的，恐怕只有一生之女。萧彻猛然起身，脸色惨白。你是说沈清慈？还没等萧彻反应，萧太后就冷着脸开口：张太医，你这不是胡说吗？皇上这些日子从未外出，更从未听说中过什么剧毒，为何之前没有发作，偏偏是在今日？若是让哀家知道你在胡言乱语，定会诛你九族。那老太医连忙重重磕头，义正辞严地解释道：这剧毒在陛下体内残存，的确有些日子了。之前没有发作，是因为一直在服用一种丹药消解这种毒素。想必也是赵王妃给皇上炼制的丹药，如今要是想救皇上，还是要将一生之女请回来啊！太医的话一字一句振聋发聩，萧彻浑浑噩噩地僵在那里，只觉得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。他知道太医说的是真的，他也记得上一次遇刺，所有人都说他没救了。那时他还是昭王妃，他们感情还很好。沈清子每个月大半的时间都埋头在药房里琢磨着炼药。原来从那一次遇刺的时候，毒就没有彻底解除掉，而他却为了一个女人，将唯一能救他性命的人赶出了皇宫。他突然想起沈清慈答应和离时1分钱都不要的决绝，他临走前连一颗丹药都没有留下。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了。沈清慈早就知道了，他终有一日会哭着跪求他回来。心口的剧痛骤然加剧，萧彻猛地咳出一口血，溅在明黄色的龙榻锦缎上。太监宫女们惊呼一片，太后也慌了神，厉声喝道：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沈清子给哀家请回来！苏婉宁的声音突然从殿外传来：皇上，您怎么样了？沈清子那毒妇心肠歹毒，她害了臣妾，如今定然也不会救您的，您不能信她。萧太后厉声打断他：住口！若不是他，皇上的性命难保。你若再胡言乱语，哀家先治你的罪。苏婉宁脸色惨白，瘫倒在地上。姑母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？你明明知道，若是把沈清慈接回来，我还怎么当皇后？萧太后是苏婉宁的亲姑姑，也是仗着太后的扶持，她才能在宫里这样耀武扬威。可如今失去了太后的信任和撑腰，她就什么都没了。萧太后满脸都是失望。叫住口！本以为让你当皇后，可以将前朝势力都收拢回来，你也能抓紧时间给皇帝孕育子嗣。结果呢？你进宫以来光出乱子了，什么正事都没干，给你机会你都不中用。你先回宫里反思几天吧，等沈清慈先帮皇上解了毒，再做打算。太后姑母，不可啊！沈清慈恨透了我们，她若回来定会趁机报复，她又怎么会心甘情愿给皇上解毒呢？萧彻猛地喝止他，闭上眼睛。够了，你们都先下去，让朕好好想想。他虚弱的拿起枕边的那幅丹青画像，徐徐打开后，露出了我巧笑倩兮的一张脸。萧彻声音嘶哑地喊着：青瓷，你现在是否还在怪朕？青瓷，让朕再见他一眼，求你，对不起。当晚他做了一场梦，梦到我带着念安回了宫，他想伸手抱住我，却被我冷冷避开。皇上这声对不起，是为了这30鞭子，还是为了废我后位，亦或是只为了要那颗能解你体内残毒的丹药？都是。青瓷，朕知道，朕欠你的太多了。可如今，朕身中剧毒，唯有你能救朕。求你，看在我们过往的情分上，看在念安的份上，救朕一次。情分？萧彻，你我之间早在3年前那个雪夜就已经情断意绝了，所以我宁愿亲眼看着你死在我面前，也不会救你。萧彻绝望地喊着挽留，甚至咳出了血来。可是沈清慈毫不犹豫地转头离开了。他说他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。萧彻睁开眼醒来的时候，泪水已经打湿了龙枕。他不要再等了，什么江山，什么周旋，什么演戏，他通通都不要了。他只要把沈清慈母女追回来。离开皇宫，转眼快1个月了。我带着念安在玉门关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落下脚来。
我成了一个女大夫，偶尔闲暇时也会兼任教书女先生，教孩子们读书念字，吃着粗茶淡饭，过得也还算开心。还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跟皇宫里的人见面了，可没想到命运总是会让人相遇。再次见到萧彻，那是一个雨天，我带着念安去山上采草药，念安不小心滑倒，摔在了草丛里，膝盖擦破了皮，疼得哇哇大哭。我心疼地抱起她，正要检查伤口，一把油纸伞撑在了我们头顶。她怎么会在这里？她不是应该在皇宫里陪着她的白月光苏婉宁，过着神仙眷侣的日子吗？萧彻的目光落在念安流血的膝盖上，眉头瞬间皱起，语气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慌乱与心疼，伸手就要碰念安。念安，疼不疼？让父皇看看。念安吓得往我怀里缩，紧紧抱着我的脖子，不敢看他。我侧身躲开他的手。陛下请自重，念安不是公主，我也不是皇后，我们只是普通百姓，不敢劳陛下大驾。没想到都过了这么久，萧彻还没有死，想必是在苦苦硬撑。就算没死，这副身体估计也到了强弩之末。萧彻的手僵在半空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那眼神里有愧疚，有心疼，还有我看不懂的痛苦。青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次是来……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却又咽了回去。我不想和他多说，抱着念安就要走，萧彻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猛然喷出一口血来。他憔悴又虚弱，看上去满满的破碎感。和他成婚5年来，每次看到他这副样子，我都会心疼不已，甚至亏空自身的身体，也要为他熬药炼丹，尽全力滋补。可这一次，我只是冷眼旁观。萧彻，你不用在我面前演苦肉计了，因为我根本没打算救你。青瓷，你听我解释，当年的事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用力挣脱，我不想听萧彻，我们已经和离了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互不打扰，不好吗？不好，青瓷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真的和你和离，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你和念安。当年逼你和离，是我不得已。不得已，是为了苏婉宁。不得已吧，还真是辛苦你了。萧彻，为了等到你登基后和苏婉宁团聚，在我面前硬是演了5年深情的戏。扮演一个好夫君，就是为了让我为你所用，让我替你治瘟疫、解奇毒，等没用的时候再一脚将我踹开。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给苏婉宁腾皇后之位，逼走我这个碍眼的人，是吗？提到苏婉宁，萧彻的脸色更沉，他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和恨意。苏婉宁，她从来都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她从一开始就是别人安插在我身边的棋子。我愣住了，棋子什么意思？萧彻看着我震惊的样子，缓缓松开我的手，声音低沉而沙哑，开始诉说当年的真相。原来当年他起兵夺权，并非一帆风顺，朝中反对势力众多，有人暗中给他下了慢性毒药，那毒药无解，唯有我沈家的青玉莲心丹能暂时压制毒性。而苏婉宁根本没有中什么奇毒，那一切都是对手设下的圈套。对手知道他重情，知道我有青玉莲心丹，故意让苏婉宁假装中毒，逼他来求我。他那时早已识破圈套，却不敢声张，因为他知道若他不娶我，对手就会立刻对我和沈家下手，用我的性命逼我爹交出丹药。青瓷，所以那时我娶你，根本就不是为了救苏婉宁，而是为了保护你。萧彻捂着胸口，露出一丝苦笑。虽然这话听起来很虚伪，很道貌岸然，但事实就是这样的。他还说他不敢对我动情，不敢给我希望，怕他死后我会伤心欲绝。他把所有的温柔都藏起来，装作冷漠，只是想让我在他死后能毫无牵挂地离开。登基之后，太后逼他和离，苏婉宁再次设计，故意在太后面前挑拨，想让他废了我，立他为后，趁机掌控后宫。他若不答应和离，太后就会立刻下旨赐死我，对手也会借机发难，以我为要挟逼他退位。他别无选择，他只能装作冷漠，听太后的，逼我离开。他不让我带念安走，不是想抢女儿，而是怕我带着念安在路上遇到危险，怕对手会对念安下手，所以他一直派暗卫保护着我们。他说要把念安接回来，不过是想让我安心离开。等他铲除所有对手，肃清后宫，就立刻来玉门关接我和念安。可是还没有等到那一天，他体内的毒就发作了。青瓷，朕真的很害怕，等不到再见到你的那一天了。所以，就算你不救我也没关系，
我只是想来再看你和念安最后一眼。青瓷，还有这5年，我根本就没有在演戏，我是真的爱上你了。萧彻满眼深情，字句虔诚，我忍不住冷笑。皇上的演技真是越发精湛，为了骗出解药，居然连这样的谎话都能说得出来，还真是厚颜无耻。他说的这些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我转头看向他，身后并没有一个暗卫，也没有随从。你自己来的，难道就不怕别人发现了你的行踪，再次暗杀你？萧彻目光柔柔地看着我，忽然上前一步，握住了我的手。他的手冰凉，就像寒冬腊月的冰块，冻得我忍不住往后一缩，可他却还是攥紧了我。青瓷，再叫我一声夫君，好不好？我忽然愣住了，想起在昭王府那段恩爱的日子，每次呼唤萧彻都是夫君，那时萧彻却总是把我放在心间最紧要的位置。因为我喜欢看桃花开，他就把桃花中的满院都是。他穿着月白长服，低头剃我晚发，柔声哄我叫他夫君。那是他说他什么都不要，只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让我一辈子留在昭王府，我们好好抚养念安长大。可转瞬之间，画面碎裂成冷宫的雪，鞭伤的痛，念安哭哑的嗓音，还有苏婉宁那张得意恶毒的脸。我猛地回神，用力抽回手。皇上自重，夫君二字早在你我和离那日就已经死了。我退后半步，将念安更紧地护在身后，目光冰冷凛冽。萧彻僵在原地，伸出的手悬在半空，他脸上的血色褪尽，嘴角渗出红血丝。他没有擦，只是那双盛满痛苦与深情的眼，一瞬不瞬地盯着我。青瓷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利用苏婉宁吸引前朝逆党的注意力，我肃清后宫，铲除苏家余党，打压权臣，不是为了独掌大权，是为了扫清所有能伤害你和念安的人。我想等天下安稳了，就接你回来，把欠你的昭王府，欠你的安稳日子，全都补给你。他声音就像风中残烛，仿佛整个人下一刻就要油尽灯枯了。我厉声打断他，不想再听这虚伪到令人作呕的情话。萧彻，我知道你这次来找我是为了什么，不必再兜圈子了。如今朝堂不稳，你若是死了，定会有更多战争频发，更多百姓流离失所，生灵涂炭。救你，我是为了天下。青瓷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为了解药。我冷笑一声，你不是说苏婉宁只是你的一颗棋子，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我和念安吗？好，那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1年的时间，我要苏婉宁的项上人头，还有皇后的位置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萧彻轻轻地笑了。萧彻果然说到做到，1年之后，他铲除了所有反对势力，架空了萧太后的权势，揭穿了苏婉宁的真面目，废除了她的后位。在被打入冷宫的第3日，取下了苏婉宁的项上人头，当作礼物送给了我。来接我和念安回宫那日，仪仗是何等的气派。这1年来，他派人暗中保护我和念安，知道我在玉门关开了医馆，知道我和念安过得安稳，却不敢来打扰，怕给我们带来危险。直到今日，他处理完所有事情，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来接我们回家。念安在我怀里，看着萧彻，小声问。萧彻瞬间红了眼眶，蹲下身温柔地看着念安，声音哽咽：念安，我是爹爹，是爹爹对不起你和娘亲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念安看着他温柔的眼神，慢慢伸出小手，摸了摸他的脸。萧彻一把抱住念安，浑身都在颤抖。这个在战场上杀伐果断，在朝堂上铁面无私的帝王，此刻像个孩子一样，哭得不能自已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百感交集。恨吗？恨过；怨吗？也怨过。可此刻，所有的恨与怨都在真相面前烟消云散，只剩下心疼。心疼他独自承受一切，心疼他伪装冷漠5年，心疼他明明爱我，却要逼我离开。萧彻抬起头看着我，眼底满是虔诚与恳求。青瓷，对不起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，跟我回宫好不好？皇后之位永远是你的，这天下我想和你一起看。他说着将手中的封印递给了我，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眶，看着他怀里乖巧的念安，看着他满眼的深情，我缓缓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我轻声说。萧彻心满意足地笑了。接过封印那一刻，我轻笑着拥住他。萧彻，你果然是爱我的。可是笑容瞬间凝固，我目光一冷，
锋利的簪子从萧彻后心穿透，鲜血顿时喷涌而出。萧彻脸色惨白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青瓷，你为何要杀我？我扔掉簪子，轻轻一笑。萧彻，你不是说你爱我吗？我想清楚了，与其当个皇后总是被人废、被人欺负，倒不如你把这把龙椅让给我，我来当这个皇帝。等我100年之后，这江山再给我们的女儿，不是更好吗？萧彻捂着胸口的那个血窟窿，可这里面的血怎么都止不住。萧彻，你别担心，我会将你葬入皇陵的。只是从此以后，史书将由我这个身份低微的医女来书写，你就好好的在地下安稳长眠吧。感谢你为我打下的江山，肃清了逆贼，我笑纳了。